大自然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，通过不断制造灾难性的事件，来宣告其至高无上的威严与不可抗拒的主宰地位。其中极端洪水灾害的肆虐，正是它展示其雄浑力量的典型方式之一。本期影片，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来追踪这些极端的自然灾害，了解这些灾害背后隐藏的秘密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追踪自然灾害频道，并打开铃铛按钮，以避免错过我们后期的精彩更新。在接下来的影片中，您将会目睹那些发生在中国的最令人震撼和壮观的自然力量。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吧。这几年来，中国在天气控制技术方面不断突破，近期再次展现了其操控自然元素的实力。重庆自8月底以来一直遭受酷热的侵袭，气温持续高涨。为应对这场严峻的热浪，中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人工增雨计划，试图为该地区带来急需的降雨。然而，接下来的事件让居民既震惊又担忧。重庆在酷暑下喘息，而政府抓住了一次风暴的契机，利用先进的气象技术，试图缓解这一高温困境。人工增雨技术在中国已经相当成熟，它通过向云层中注入碘化银，促使降雨形成，以对抗干旱和极端天气。中国发射31枚携带碘化银的火箭，旨在促使云层生成并带来降雨。不久后，浓密的云层遮天蔽日，降雨持续了大约1小时，有些地区的降雨量甚至超过惊人的600毫米。然而，伴随这场强降雨的是突如其来的暴风雨。暴风骤雨席卷重庆，强风肆虐，多地遭到破坏。冰箱都飞上去了，我操我的五哥！冰箱，谁的冰箱啊？我操！我砸了房子了！谁也没能想到，就一次简单的人工降雨，竟然会遭来如此极端的气候变化。强风把街道旁的大树连根拔起，停在路边的车辆更是被倒下来的大树砸毁，场面犹如末日来临。你那啥情况啊？你那啥情况啊？哎呀，这个飞沙走石啊，真是雷电交加呀！这天气，我呀，百年一见啊！哎呀，小点来，哎呀，好像不在呢呀，咋回事了？呀，回呀！这天气可都不要出门了啊，赶紧都回家吧啊，安全第一啊，赶紧回去吧。在一起严重事故中，一座加油站被狂风摧毁。当地受灾民众报告称，他自己家的房屋窗户被强风连同窗框一起吹走，场面极度惊险，民众都被吓坏了。我们小区这家人家窗子刮掉了，窗帘都露出来了，感觉它那个玻璃边上玻璃也在晃了。是啊。潼南、江津和万州等地首当其冲，风暴肆虐最为严重。社交媒体上迅速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和照片，记录了这场风暴的毁灭性力量。一段广泛流传的视频展示了倒下的大树压毁了一排汽车的场景，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了加油站被毁后的狼藉。不少居民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他们的震惊和困惑。一位网民写道：“刚才还晴空万里，突然天色一暗，狂风肆虐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”妈的，哪个王八蛋发的毒誓？老天爷都发怒了，下那么大的雨，发誓是你发的，人也是你扎的。妈耶，你看看这是在干什么啊？是风，哇，好恐怖啊！另一位用户则对财产损失表示无奈，整个屋顶都被吹飞了，简直无法想象。看到我杀的，都杀的这样了，我喂，都杀烂了，我喂，这个老大风啊，这个，好家伙，都烂了，喂，我喂，我这个老天爷，看呐，我喂，看呐，都烂了，窗户也烂了，看呐，我喂，从前先到后。我要是他们这几家的，他们这几家的一下过来。哪看呢？我喂，看看，杀了个乱七八糟，这个楼上我都掀起来了，这个楼都掀烂了。都在说天灾，其实一切都是人祸造成的，只
只是中国的民众敢怒不敢言，所以也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天灾了。苍天呐，大地呀，这刮了这风有点顶不住啊！虽然这场暴风雨引发了不同的反应，但事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。它不仅展示了人工增雨技术的强大潜力，也提醒我们这种干预手段可能带来的不可控风险。总的来说，重庆的这次人工增雨行动虽然带来了急需的降雨，但伴随而来的强风也对城市造成了不小的破坏，凸显了人工天气改造的两面性。哇！我的妈呀！哇！哇！哇！这电动车！我天！啊！天！慢点！哇！啊！赶紧没管制！现在你们看到的是钱塘江大潮汹涌席卷而来的震撼画面。近期，由于台风普拉桑正面袭击钱塘江，导致钱塘江大潮的潮水比以往来的更加猛烈。尽管当局多次发布警告，规劝游客远离潮水，但仍有很多游客无视风险，冒险越过安全线前去观潮。影片画面显示，汹涌的潮水直接冲向岸边的游客，现场瞬间陷入失控状态。来不及逃跑的红衣男子差点被潮水冲走，场面惊心动魄。每年的10月份是观赏钱塘江大潮的最佳时机，但今年的情况尤为特殊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台风普拉桑在观潮季期间登陆杭州，它将进一步加剧钱塘江潮水的威力。杭州防汛抗台指挥部等相关部门发出严正警告，台风与天文大潮的叠加效应可能导致钱塘江潮水变得更加凶猛。专家提醒，此次潮汐极有可能引发堤坝溢水，危及沿江区域的居民和游客的安全。最令人担忧的是，如果防护措施不足，堤坝一旦决口，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难以估计的财产损失。尽管杭州市政府已明确在观潮前宣布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江堤，但仍有不少游客无视禁令，冒险前往危险区域。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，多名游客在观潮时试图拍摄汹涌的潮水，却因水势来得过快，手机被潮水卷走。另有一名男子在岸边观潮时被突然上涨的潮水困住，情急之下爬上了岸边的一棵树，才得以脱险。幸运的是，这场高潮只持续了大约1分钟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今年的钱塘江潮水更为壮观，且由于江水量增加和天文大潮的叠加，潮汐呈现出3年来最强的一次回头潮和一线潮奇观。杭州萧山的一位居民拍摄到了钱塘江支流的惊险景象。影片显示，在潮水高峰期，江水迅速涌上岸边，沿途激起的巨浪几乎淹没了沿江的低洼区域，令当时在岸边的居民和游客惊慌不已。该影片在网络上发布后，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与热议。部分人感叹潮水的壮观，而更多的人则对那些冒险观潮的游客感到担忧。钱塘江观潮的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，尤其是在台风等极端天气条件下。许多安全专家指出，游客们在自然景观前往往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，特别是在台风影响下，钱塘江的潮水极具破坏性。尽管政府部门和旅游机构已经发布了多次警告，甚至在部分地区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志，仍有一些游客置安全于不顾，执意冒险。专家建议，当局和旅游运营方需要加强管理，在观潮点设置更多显著的安全警示，并通过媒体进一步宣传钱塘江大潮的危险性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多地也正遭遇强降雨的袭击，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成灾。三峡大坝与沿线的多个水库和电站已经启动泄洪措施，但仍然未能完全缓解长江第2号洪水的压力。长江沿线的重庆、湖北、湖南等多个地区水位迅速上升，形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重庆水文监测站数据显示，重庆12个区县出现暴雨，29条河流水位超过警戒线。截至最新报告，重庆黔江区等地的洪水仍在持续。只见洪水直接漫过桥面，桥上的民众搬着木头悠哉悠哉地走着，对于突如其来的洪水毫无畏惧。重庆江北区的大树村同样面临严重的洪水灾情。当地居民李先生表示，钱江河的水位在暴雨中迅速上涨，
导致沿河的农田和村庄被淹没。村里的商铺已经进水至1楼，许多村民不得不紧急撤离至安全地带。王先生补充道，虽然洪水水位稍有回落，但仍有10米以上的水深，许多农田和庄稼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，沿江区域的居民几乎失去了今年的收成。哎呀，好吓人呀！这个，哎呀，棚子都盖完了，太恐怖了。在洪水的冲击下，重庆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洪和滑坡，导致多条高速公路中断，交通陷入瘫痪。灾情最为严重的钱江区，洪水一度涨到令人无法想象的高度，许多居民楼和商铺1楼几乎被完全淹没。一名当地的村民表示，这次洪水规模之大，几乎是他一生中从未见过的。强大的洪水摧毁了桥梁，汽车直接漂浮在河面上，场面令人心生恐惧。这样惨重的灾情，就算是在全球洪灾史上也是少见的。持续的暴雨导致洪水泛滥成灾，给当地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扰。我们范家长江的，看看全是水。那个孟家屯小屯已经没得剩房盖了，新堰那边已经都没了。除了重庆，长沙市近期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暴雨袭击，短短数小时内，长沙的降雨量就接近一个西湖的容量。由于强降雨，长沙市内的地铁线路不得不暂停运营，多个景区被迫关闭，市内交通陷入混乱。市气象局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，提醒市民尽量避免外出，防范雨水倒灌和城市内涝带来的安全隐患。看看对面的稻香村的人出来都到腰了，这水，看看这是一条主马路啊！根据气象部门的数据，长沙的累计降雨量已打破多项纪录，预计未来几天暴雨仍将持续，防汛压力巨大。同样面临暴雨和洪灾威胁的还有广东省茂名市。茂名市平远县与高兰县等地的水位已经接近警戒线，行政区内多条主要河流已经出现超警戒水位的洪水，导致堤坝决堤，村镇被淹，部分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中断。茂名市的消防救援队伍迅速出动，紧急调派救援力量前往受灾地区，协助疏散被困群众。截至目前，茂名市的洪灾已经导致上千人被紧急转移，许多村庄和田地被洪水吞没，受灾民众苦不堪言。哎呀妈呀，那地呀全淹了！哎呀妈呀，这玉米完了，又白干1年呐！看我家地又啥也没有了。当地气象局发布了红色暴雨预警，过去1小时内降雨量已达到150毫米，城市多处出现积水。豆腐渣工程在此时也逐渐显露出来。气象部门预测，广东省未来几天将持续出现强降雨，范围广、强度大、持续时间长，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、雷暴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。各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措施，通过疏散居民、发布安全警示等方式，尽力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与此同时，东北也遭遇了特大暴雨袭击，再加上河流上游的水库泄洪，造成多条河流水位断崖式暴涨。黑龙江省多地遭受到毁灭性的洪水灾害，中共当局立即封锁消息，不允许民众将灾情往外传播。尽管如此，正义的民众对中共的警告毫无畏惧。这是黑龙江省密安河西村被洪水淹没的实际情况。这江水涨得比较大，听说是上面泄洪这房子呢都被淹了这是河西村。随着洪水和暴雨带来的灾情持续扩大，专家提醒公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切勿前往危险区域，并积极配合官方发布的疏散和救援指示。最后，希望朋友们通过影片回顾这些事件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尊重自然，因为它可以展示其强大的破坏力。本期影片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。